在一起好震撼。左邊是我們拼命往高處蓋樓，右邊是我們拼命往地下挖洞。沒錯，還記得我們上一期聊的嗎？城市是一個運轉高效的超級生命體。為了讓這個龐大的系統運轉，我們不僅需要向天空爭取空間，更需要向地下尋求資源。如果說摩天大樓是人類文明向天空的致敬，那麼那些深不見底的巨坑就是我們向地心探索的足跡。它們代表了人類工程技術的巔峰。歡迎回到邊界之外。今天我們不看星星，我們看地底。我們要去探索世界10大最具特色的洞穴。在這趟旅程中，每一個洞穴都有它獨特的性格。第10名，伯利茲大藍洞。這個我知道，大藍洞，潛水愛好者的聖地。它看起來就像大海的一隻藍眼睛。它確實是大自然的傑作，深約120米。它是這份榜單裡唯一的天然水下洞穴。小若，你知道它是怎麼形成的嗎？是被什麼東西砸出來的嗎？不是，它原本是冰河時期的一個巨大鐘乳石洞。那時候海平面很低，它是陸地上的洞穴。後來，就像我們在大洪水那期聊到的，氣候變暖，海平面上升，海水灌入，洞頂坍塌，才形成了現在這個壯觀的景象。所以它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了嗎？沒錯，大藍洞就像一個時光膠囊，潛水員在洞底發現了傾斜的鐘乳石，那是只有在陸地上才能形成的結構。它封存了上一個地質時代的記憶，提醒我們現在的海洋曾經是陸地。接下來是第9名，俄羅斯的米爾鑽石礦，深525米，直徑1.2公里。天啊，那個礦坑旁邊就是房子，他們住在懸崖邊上嗎？是的，這座城市就是為了這個礦而建的。米爾礦產出了蘇聯時期大部分的鑽石，但它最著名的是它的氣流效應。氣流？因為這個洞太深太大了，冷空氣和熱空氣在這裡交匯，會形成強大的空氣對流。如果有直升機飛過上方，有可能會被吸進去墜毀。吸進去？這聽起來好像個怪物。所以現在它是嚴格的禁飛區。米爾礦展示了人類為了獲取資源，敢於在地球上最惡劣的凍土環境中挖出這樣一個能吞噬飛機的巨洞。這是一種粗獷而強大的工業力量。第8名，加拿大戴維克鑽石礦，深約600米。雖然也是鑽石礦，但它和第9名的米爾礦完全不同。這個礦是在水裡的。眼力不錯，它位於一個巨大的湖泊 Lake de Grasse 中間。為了開採湖底的鑽石，工程師們必須先在湖水中建造巨大的堤壩，把水隔開，然後把裡面的水抽乾，在湖底硬生生造出一個乾燥的島嶼來挖掘，就像在大自然裡變魔術一樣。如果堤壩破了怎麼辦？這就是工程學的奇蹟。他們不僅要對抗極寒的天氣，還要對抗巨大的水壓。如果在太空中看，這個礦坑就像是冰原上的一顆巨大瞳孔。如果說米爾礦是蠻力，那戴維克礦就是人類與水搏鬥的智慧結晶。第7名，美國的伯克利坑，深約540米，直徑約1000米。這水的顏色好特別，像鐵鏽一樣，還有點嚇人。因為裡面富含各種金屬礦物質，這個銅礦曾經為美國的電氣化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銅。後來礦場關閉，地下水湧入，溶解了岩石中的礦物質，形成了現在這個強酸性的湖泊。但還能進去游泳嗎？絕對不行。這裡現在是一個巨大的環保實驗地，科學家們正在這裡研究如何利用特殊的微生物來淨化水質。伯克利坑提醒着我們，開採資源只是一個開始，如何妥善處理後續的環境變化，同樣考驗着文明的智慧。第6名，賓漢峽谷銅礦，終於到了第6名，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挖掘工程——賓漢峽谷銅礦，深達1200米，寬4公里。是已經不能算動了吧？這簡直是把一座山翻過來了。沒錯，它是如此巨大，以至於在太空中都能看到。如果把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放進去，
連頭都冒不出來。這裡產出的銅搭建了近一半美國現代化的基礎設施。小若，你看着它，你有什麼感覺？我覺得人類好渺小，但聚在一起的力量好強大。我們像螞蟻搬家一樣，一點一點移開了大山。賓漢峽谷是人類工業力量的極致體現。它告訴我們，現代文明不是空中樓閣，而是建立在我們對地球資源的深度利用之上。這是一種徹底改變地貌的壯舉。今天我們看的這5個洞，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性格。大藍洞的歷史，米爾礦的野心，戴維克礦的精密，伯克利坑的反思，賓漢峽谷的宏大。它們雖然深，但依然在我們人力可及的範圍之內。爸，那前5名呢？我看进度條已經撐不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別急，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。如果說今天這5個洞是人類在地球表皮留下的指紋，那麼下一期我們要去的5個地方才是真正通往地心的血管。我好想看！如果你想第一時間和我們一起潛入深淵，別忘了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，並在評論區留言你最想看哪個洞穴的特輯哦。穿過邊界之外，擁抱星辰大海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歡邊界之外，請點擊左上方的上集內容大洪水。如果您喜歡金庸武俠的心理學，請點擊右上方的李莫愁。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